各位网友大家好，好久没有做节目了，非常想念大家。今天做一期特别的节目，标题就叫你爱美国，美国爱你吗？纪念阿什利·巴比特军。2021年1月6号，一名叫阿什利·巴比特为美国空军服役了14年的退役老兵，一个号称愿意为川普而死的忠实川粉和爱国者，为了他的理想和信念，被守卫一枪毙命，惨死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之内，终于实现了他的诺言。你爱美国，美国爱你吗？他和其他示威者们都手无寸铁，他们只是想要冲入那扇门，支持他们的川普总统，结果就是被守卫一枪击中了要害，为他的川王尽忠了。他曾经为了他所爱的祖国出生入死，4次在海外执行任务，可以说是帝国功勋的女老兵。她的丈夫说，所有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伟大的爱国者。她在和其他示威者冲入国会大厦之前，在推特上留下了她最后的话语：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他们可以不断尝试，但风暴已经来临，它在不到24小时内降临华盛顿，从黑暗到光明。你爱美国，美国爱你吗？我昨天得知美国国会大厦的守卫居然残忍冷酷地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一共打死了4个，阿什利·巴比特只是其中之一。这流水的一幕让我非常的震惊，以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美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美国政府竟会卑劣凶残到如此的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阿什利·巴比特军，更何至于无端在国会大厦门前喋血呢？然而血的事实证明了，作证的便是他自己的尸骸和视频照片。但是美国政府对外宣称说和平示威者他们是暴徒，接着又有一大批被操控的媒体传出流言，说他们是受人利诱的，说他们是践踏民主。FBI 还公开说要抓捕和起诉所有的和平示威者。我没有亲见，听说阿什利·巴比特军这位美国女老兵那是欣然前往的，自然和平请愿而已。稍有人性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又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主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当一个爱国的美国女老兵被亿万美国普通纳税人所养活的守卫开枪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而且令人心痛的场景啊！你爱美国，美国爱你吗？自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北美大陆惨无人道、毫无人性的大肆屠杀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的丰功开始，现代以来，美国军人用轰炸机、无人机肆无忌惮地谋杀、屠杀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和中东各国的平民和政府官员所达到的所谓军功，和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国搞颜色革命、和平演变、鼓吹民主自由的一神论神话，企图颠覆别国政权的所谓的伪纪，最后不幸被阿什利·巴比特军的尸体全给抹杀掉了。你爱美国，美国爱你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来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末的悲哀中，又给人以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啊！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做一个节目的必要了。离1月6号也已经有2天了，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吧？我真有做一期节目的必要了。当中国香港的暴乱分子长时间在香港打砸抢烧、无恶不作的时候，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竟然说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他更应该好好欣赏1月6号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这一道全世界最美丽的风景线了。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在推特里反复地说过，他自己访问过很多国家，支持所有人为自己的信念和理由进行和平示威，但暴力令他人陷入危险，
包括负责提供安全的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这都不能容忍。他又呼吁尽快把参与暴乱的犯罪分子绳之于法。你看，这才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啊！美国政府只爱他的霸权和前赴后继为其卖命，而且尚有利用价值的走狗。美国政府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对于美国的累赘，那自然是冷酷无情的消灭，而且管杀不管埋。2020年的一场新冠疫情和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的暴行，让全世界都看清了美国政府的冷酷无情、漠视人权的丑恶嘴脸和双重标准，把他们几十年来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外衣和底裤扒了个精光。美式民主制度的崩塌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本期讲完了，希望老铁们留言、点赞、转发，谢谢大家。